大家好，我是李灿。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乌克兰，那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战争。说起战争，你能想起什么？战争对我而言就是非常残酷无情的，而且破坏力非常巨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数不清的战争，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记下了很多诗句，关于战争的诗句，比如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个就是非常惨烈、非常悲惨、非常凄凉的那么一个境地啊！而且因为我也挺喜欢看历史的，在历史书上我会反复的看到很多战争的场面，其中有个词儿在我印象中特别深刻，就是血流飘杵。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士兵们啊，流的血都有那么多啊，把那个武器都给飘起来了。所以在我印象中，战争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非常残酷的。而且说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离我们其实还不是特别遥远，很多影像、很多文字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的人到现在还心惊胆战的，对不对？你怎么看待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其实吧，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出兵乌克兰，因为当时好像很多有这种烟雾弹一样的信息啊。最早的时候，美国以及欧洲这些政客都反复在这个炒作说俄罗斯准备攻打乌克兰，但好像后面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预见那样啊。就在所有人都松懈的时候，以为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的时候，俄罗斯突然进兵乌克兰。这在我们外人而言其实只是觉得特别震惊，但对于生活在乌克兰的人，这绝对是一场灾难。因为一旦战争机器开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轻易的阻挡下来的。我们看过太多乌克兰人民流离失所的这些影像资料，其实还是挺心痛的。我们希望乌克兰人民能早日摆脱这个痛苦。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其实已经流亡到国外了，像中国政府也已经派专机把当地的华人接回中国了。因为战争其实带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看来俄罗斯的这个打法相对还是比较克制，但是枪炮不长眼，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遭殃的人。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人类的悲喜是不相通的，虽然说我们在外界的人可以和乌克兰人民在一起，但是我们真的能体会他们的切身的痛苦吗？我们真的能体会乌克兰人民抛下自己的所有，抛下自己的家园，甚至抛下自己的亲人，逃离战争这个现场的这种痛苦吗？我觉得不是那么轻易能感受到。而且说实话，作为我们外人，作为我们普通人能做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很让人悲哀的地方。你对乌克兰有多少了解？其实我对乌克兰以前真的不是特别了解，最近也是因为这个新闻太多了，所以去了解一下乌克兰的历史。我竟然发现乌克兰以前在苏联时期曾经是苏联第二富有的加盟国。那么后来为什么沦落到这样的境地？我觉得有历史的遗留问题，同时乌克兰的这些政治家们其实也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吧。我觉得人民是最无辜的，人民不只是经受这个经济萧条，生活比较艰难，到现在突然又要面对战争这个巨大的阴霾在上空笼罩着。或许这个事情能很快结束，或许不能。我们这一代人陈平太久不吃干戈，其实已经忘记了，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和平真的只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动乱。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和平能更长久一些而已。你觉得普京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其实我也有看资料，就是说普京发动战争应该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因素应该就是北约的不断东扩，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第二点就是乌克兰一再要求加入北欧，对俄罗斯而言可能有唇亡齿寒的这种危险吧。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卧榻之畔岂容他人安睡。你要是北约直接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了，这对俄罗斯肯定是有很大的威胁的。其实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忘记，就是国与国家之间不存在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它适用的法则应该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任何国家对别的国家都是心怀戒备的，都不可能是说我完全相信你，我完全把自己交付于你，没有这样的国家。因为只是大家陈平日久了，忘记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你觉得其他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能发挥多少作用？我觉得其他国家能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小吧，更多是谴责、制裁，
或者能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再做一定的调停。但是我觉得普京可能已经铁了心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乌克兰这个抵抗呀，其实也确实超过很多人的预想吧，甚至可能超过普京的预想，这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觉得人是自私的，国家是所有自私的一个集合体，但我觉得自私没有问题，国家最应该考虑的是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每个国家肯定都会考虑这场战争对于自己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自己是不是会被牵扯太多，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会受损，这种利害考量我是觉得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应该会做的。而我们普通民众虽然希望这个世间有正义，这个世间正义得到伸张，这个世间有真正的道义，能就像一面大旗一样，我们在前面树立起来，很多人都能遵守这么一个道义的准则，但是现实社会并非如此啊。所以我觉得其他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我们民众的呼声，我们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我们希望乌克兰人民能快点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心意可能可以传达过去，但是能发挥的作用其实真的是微乎其微。你觉得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有作用吗？我觉得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是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因为其实后来普京也做出了核威胁。再者说，其实纯粹的制裁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其实很多俄罗斯的民众，我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他们并不支持这场战争，他们都是无辜的，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其实不是他们所支持的战争带来的后果，直接后果。特别是这2天看这个残奥会不是正在举行嘛，国际奥委会就是不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残奥会运动员参加残奥会。我觉得这种制裁是不公的，对于训练了这么久的这些俄罗斯的运动员是不公的。其实说实话，战争带来的最大痛苦永远是老百姓在承受。你觉得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将是怎样？其实这个最终结局怎么样我没法预见，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说我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吧。你希望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希望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可能人微言轻，最终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我只是真的希望这个世界上这些政治家们，请你们更理性的、更冷静的去思考问题，请你们从人类共同命运体的角度多思考问题，让我们这难得的和平能更持久的进行下去。最终我也希望乌克兰人民能早点脱离痛苦。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